娱乐圈的光影之下，总有无数谜团与传闻在悄然流动。而今天，我要在这里秘密 ship 给你知道，关于粉色美粉为何成为 Won't Not Back 演唱中国全国运动会主题曲的原因，以及 2CN 肖战为何会消失于巴黎的背后。这些事情看似毫无关联，实则暗藏玄机，牵扯到粉丝文化、艺人形象、行业策略，乃至更深层的舆论动线。首先，你可能会问，为什么粉色这个看似柔弱的颜色会成为如此关键的线索？为什么 Won't Not Back 会在如此重量级的国家级赛事中登场演唱？而与此同时 2CN 在巴黎或指巴黎行、巴黎活动、巴黎展会、巴黎宣传突然消失，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博弈？如果你对娱乐圈背后的操作有兴趣，那就从这里开始，我们将逐步揭开层层迷雾。在这一章节里，我先简要铺陈背景，让你对事件整体有一个宏观印象。接下来，每一章我们将剖析一个关键要素：颜色象征、艺人定位、粉丝经济、舆论操作、行业布局。每一局部既独立又互相关联，串联起来，才能看到幕后全景。做好准备了吗？那我们就从第一大要素粉色切入。粉色通常被视作柔美、浪漫、少女的代表色，但在现代文化和市场运作中，粉色并不只是浪漫，它越来越带有次文化标识的力量。在偶像文化里，粉色逐渐被赋予偶像专属粉丝归属与情感链接的象征意义。首先，从视觉心理学的角度讲，粉色是一种温暖、亲近、柔和的色调，能够在视觉上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观者自动产生好感、安心的情绪联想。这对于公众人物、偶像艺人而言是极具价值的。将一个代表国家大赛的主题形象色与某个艺人挂钩，用粉色作为主视觉色调，无异于将这个艺人与温暖、亲近、正能量的形象进行绑定。其次，在粉丝文化的语境中，粉色早已有粉丝文化粉壁粉丝色系的先例。很多粉丝群体自发选择粉色为代表色，用以区分、号召、认同。若某位艺人的官方宣传采用粉色，意味着官方愿意主动承接这层粉丝化的象征，甚至证明或认可粉丝对于该艺人的标签设定。再者，粉色还具有跨界营销属性。在商业、时尚、体育等领域，粉色近年越来越被接纳，跳脱出少女色系的刻板印象。用粉色作为大事件的主视觉色调，有助于制造新鲜感，引发讨论度。尤其对于全国运动会这样覆盖面广、关注度高的赛事，如果主题色过于中性或传统，容易缺乏话题性。若用一种带有情感色彩、易被讨论的色系，则可以借力传播。因此，当粉色出现在全国运动会主题设定中，并被与 Won't Not Back 这个流量偶像联系起来，绝非偶然。它暗示着主办方、宣传团队与艺人团队共同在偶像文化加国家级赛事融合上做了策略性的布局。既然粉色作为线索具备深意，那么我们继续看下一个关键：为什么选择 Won't Not Back 来演唱全国运动会的主题曲？这背后既有他本人的公众价值，也有主办方和资源方的战略考量。Won't Not Back 在近年来以阳光、正能量、健康、青春为主要公众形象。他参与的综艺、公益活动、影视剧角色等多以正面形象示人。这种形象非常符合体育、运动、民族赛事、励志等关键词。在公众心目中，他具备一种健康、拼搏、阳光的代入感。将他选为主题曲歌者，天然比那些形象边缘化、争议性强、话题性重的艺人更容易被大众接受。作为近年一线偶像，他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粉丝不仅活跃在线上，也善于在社交媒体与线下传播制造话题。让他参与主题曲演唱，等于激活了一股自带传播链条。这对赛事宣传来说是极大的加分项，用偶像号召力带动赛事热度。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主办方在艺人选择上更大胆、更具时代感。
全国运动会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更承载着国家形象、文化展示、民族精神的象征意义。选择偶像担当主题歌手，在传统与潮流之间制造交汇点，能够让赛事更年轻化、更具话题性，也让大众尤其是年轻群体对赛事的关注与参与度提升。Wang Not Baek 本身就具备跨界偶像、潮流形象，这使得他的担当对赛事形象有加分效应。不可忽略的是，背后可能存在资源调配与战略合作。某些赞助商、影视公司、宣传平台可能与 Wang Not Baek 团队存在合作关系。在体育、文化、娱乐的融合项目里，资源方往往希望把偶像价值、品牌价值、赛事价值进行联动。由此，选择他来演唱主题曲，有可能是整合资源、互利共赢的一环。总之， Wang Not Baek 的定位、形象、粉丝号召力与资源关系都是他被选中演唱全国运动会主题曲的关键因素。而粉色作为象征色的引入，更是把它与赛事视觉、情感、传播紧密绑定。当我们把焦点放在 Two Chien 肖战消失于巴黎这一传闻时，就要从多个维度来进行探讨：艺人与资本关系、活动排期、公众舆论、生存策略等等。这里的消失不一定是真正的物理离去，可能是宣传曝光、活动安排或者话语权的调整。艺人往往并不可能同时兼顾全球每一个重要节点，因此宣传行程、活动排期、资源分配很可能受到博弈。Two Chien 在巴黎活动或宣传安排中可能被下放、被压缩、被调整，以致曝光度降低。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被雪藏，而可能是大环境、档期冲突、战略调整的结果。在偶像路线中，有时候暂时隐退低调行走反而可以制造悬念或让粉丝互换。可能 Two Chien 或其团队采取一种静默期的策略，以避开某些舆论风波，或让公众对他的回归产生期待。如果正处于某种形象重塑、角色转型、舆论控制阶段，他的低曝光可能正是策略之一。如果在某些国家级项目或资源配置上，力量被更大、更契合赛事方向的艺人如 Wang Not Baek 占据，那么较为热门但形象或资源不完全契合的艺人可能被边缘化。在资源如宣传渠道、活动位次、话语权有限的情况下，主办方或宣传方可能出于效率考虑进行优选倾斜，导致 Two Chien 的曝光被压缩。在公众视野之下，偶像艺人往往面临舆论风险。若某段时期有争议、言论敏感、粉丝行为问题等，团队可能选择临时降温，减少高曝光公共活动，以控制舆论风险，稳固形象。这种低调期在娱乐圈并不罕见。艺人与经纪公司、制作公司、赞助方、赛事方等等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合同关系。在某些情况下，他可能因合同期、合作方冲突、利益分配、市场策略调整等原因被排除在某些重大宣传活动之外。尤其是在跨界整合项目如体育加娱乐中，权力、利益、资源争夺尤为剧烈。综合来看， Two Chien 在巴黎被认为消失并不神秘，而可能是排期安排、策略调整、竞争倾斜、舆论控制、合同博弈等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结果。我们不必凭空揣测阴谋，但却可以从产业维度、市场维度、策略维度去挖掘它所反映的行业规律。讨论上述两位艺人与事件时，粉丝文化和舆论生态是不可绕开的关键因素。这一层关系是为什么粉色会有力量，为什么选择某个艺人，为什么某个艺人会被曝光或消失的桥梁。粉丝群体在偶像文化中具备极强的集体行动力，从在线刷榜、投票、刷流量，到线下应援、海报、集资应援物料，粉丝对于偶像价值的推动力极大。当一个赛事或宣传项目选择与某位偶像联动，粉丝即成为天然的宣传力量。若赛事主办方看重这种力量，他们便愿意在艺人选择上更多兼顾粉丝属性。